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玉柱直冲天，富寿两不迁。俗语中有老祖宗总结出的生活经验，比如说有关修宅的俗语，宁可青龙高万丈，不让白虎抬头望。还有老祖宗总结的民间禁忌，比如说男怕摸头，女怕摸腰。还有老祖宗所传承的识人术，就比如说男看鼻子，女看嘴，一生富贵少是非。还有一句话是玉柱直冲天，富寿两不迁，这其实也是民间俗语文化中的识人术。那么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玉柱又指的是什么呢？一、玉柱文中的玉柱说的其实是我们手中的一个纹路。现在我们将玉柱纹也称之为是事业线、冲天纹。民间人们认为，一个人手中的纹路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富贵得失，以及一个人的前程未来。民间所谓的玉柱直冲天，富寿两不迁，其实就是说，如果手中的那条纹路十分清晰，甚至可以延伸到中指根部，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事业不错，甚至富贵和福寿都不会少，更不会迁移离开自己的身边。那么玉柱为什么预示着财富呢？一、财富忘不了，这玉柱是财富的代表。朝享太庙赋里说，升降之际，见玉柱生之。雪中听征里说，玉柱零零对寒雪，轻伤愿指生和切。这里的玉柱作为石柱和琴弦的代表，是财富的象征。在古代的时候，玉柱都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呢？是皇家的华表，是家门口的拴马桩，是门阀家里的假山。这些东西无不是巨大的财富象征，是巨富之家才能用得起的。这些东西的存在是身份的象征，是实力的代表。如果能在家里堆积得高耸入云，历史上就像石崇家里一样富有，那可是真正的富可敌国。这个玉柱还是琴弦的代表，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普通的家庭都在为了生计而辛苦。古代时候能学习都已经是小康之家了，如果还能学琴，玩得起音乐，家里不说巨富，小钱还是不差的。如果家里的琴瑟等乐器堆积如山，那是真正的收藏家了。这样的家族财富正常发展，肯定是不会衰败的。这玉柱在古代的时候，直接代表了家中的财富多寡。看看历史上那些巨富和豪门世家，许多都是传承百年，五姓七望的门阀更是垄断了几个世纪的官场，即使皇帝换了几轮，人家依旧坚挺。这样的豪族财富，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撼动的。玉柱所具有的财富的象征意义，就是古人向往美好生活的一个目标。大家都渴望能有这样泼天的富贵和永世不衰的昌盛。二、贵气忘不了。唐玄宗在开元盛世时，召见王元宝，问他有多少钱。元宝说：皇帝陛下，我用自己家的绢系在您南山的树上，所有的树都包裹完毕，我的绢还有很多没有用呢。于是唐玄宗说：我文治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可见古代社会，皇帝可能不是最富的，却是天下最为贵气的人了。隋书里面记载，隋文帝额上有玉柱入顶，目光外射，说隋文帝天生异象，头上隆起的筋肉直冲头顶，最后做了皇帝，这就是天意不可违。这玉柱也因为帝王成了贵气的代表，而且古代的男子有佩戴玉佩的习惯，金尊玉贵就是对这些贵族最大的描述。古代贵族在佩戴玉饰的时候，为了彰显自己身份的高贵，在佩戴玉饰的时候会组成组件佩戴在自己的身上。在外人看来，那一排组件就像玉柱一样。玉石在古代被儒家赋予了仁义礼智信五德，在你身上的玉佩件就是这五德的代表。贵族当然有着自己的讲究，尤其是一些重要的社交场合，身上佩戴繁多的玉石，走路时还会有撞击声。贵族自有自己的礼仪，肯定会轻声漫步，
这样遇事的撞击声也会相对有序，就是所谓的行之有理，动之有情。这预祝是贵族该有的气质，互相成就了对方的地位，这是一种互相的作用。预祝代表了贵族，贵族也是预祝代表身份的象征。3. 康寿忘不了，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始终不应忘记自己的健康。这预祝又是怎么和健康长寿联系到一起的呢？《事物异名录》里面说：“会愿详注，预祝、灌浆，皆馒头之别称也。”这预祝在民间也是老百姓常常吃的馒头，是救命的粮食。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人每天活着肯定要吃饭，只是吃的东西不一样罢了。然而肯定需要吃，在饥荒的年代，一个馒头就是救命的仙药，不吃就会丧命。这预祝可不就是健康和寿命的代名词吗？预祝这种具有健康含义的词语，在大家的心目中，能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饥饿的消除，更是给大家带来了战胜饥饿的一种信心和支撑。预祝还是人们心灵上的安慰，在面对困境时，在面对饥饿和贫穷时，大家都会因为某种守护的存在而信心倍增，不畏前路的艰险，一直向前奔跑着，即使知道会以失败告终，内心也一直有希望的火焰支撑着战胜苦难的信念。类似预祝直冲天、富寿两不迁的俗语有很多，除了预祝文，也就是事业线，其实理财文对一个人的财富影响也十分重大。1. 手上有3条理财文，这类人很善于打理自己的钱财。该花的钱，他们1毛钱都不会节省；不该花的钱，他们1分钱都花不出去。他们勤俭节约，张弛有度，不会给人特别抠门的感觉，但是又从来不会胡乱花钱。他们能够深刻认识到赚钱的不容易，还会清醒意识到金钱对于稳定生活的重要性。对于自己手里的钱财，他们能够做到很好的分配与打理。比如说，一部分会拿去购买稳健的基金，还有一部分会拿去投资高风险的股票。这类人很有投资的理念，特别聪明，能够敏锐察觉到身边存在的商机。他们还懂得如何钱生钱的道理，所以手头是相当宽裕的，一辈子都不需要为钱财方面的事情感到发愁。2. 理财文和天文有交叉，这类人非常幸运，与财神爷有很深的缘分，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能够获得很多意料之外的钱财。他们从很小的时候便能够崭露头角，在别人还需要伸手向爸妈要生活费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能够为父母赚取丰厚的钱财了。比如说，他们小时候成绩很好，可以拿到特别多的奖学金，或者是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竞赛中拿到大奖，这样都可以得到丰厚的奖金。再比如说，这类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具有特殊的才华，比如说可以在小的时候拍童装，或者是在小的时候拍广告，以及在小的时候参加一些综艺节目等等，都可以让他们变得有名气，从而赚到很多钱财。等到中年之后，他们的财运能够达到巅峰，可以获取源源不断的财富。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们生活是相当安逸的，没有太多烦恼的事情，日子很轻松。3. 理财文清晰且长度适中，这类人命带财库，即使不是特别努力，也可以坐拥无数财富，日子宽裕又优渥。他们小时候家境很好，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很多钱财。等到100年之后，父母去世之后，他们也可以收获巨额的遗嘱。这类人贵人缘也特别旺盛，可以遇到很好的上司，或者是非常不错的朋友，在对方的帮助之下，他们都可以轻轻松松赚到很多大钱，不需要为钱财的事情担忧。另外，这类人还可以获得很多意料之外的钱财，比如说买彩票中大奖，或者是成为一夜暴富的拆迁户等等。当然，这类人之所以财运旺盛，与他们本人也有着很大的关系，那就是他们非常善良，能够不断积攒福德，可以在冥冥之中得到上天的庇佑和眷顾。不光是财运，其他方面的运势也相当不错。
人们手上的掌纹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但其实并非如此，里面暗藏玄机。通过一个人的手纹，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比如说他的事业运、财运、感情运以及健康运等等。简单认识了自己的运势之后，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就会变得更加顺畅，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坦然面对。手相研究，一线横贯左右，纹理看透情缘。手相又称万象之首，其大也，天地都在一掌之中；其小也，五脏六腑均历历在手。手相至今已经演化传承超过数千年历史了。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手相学角度讲，这句话的确有它深刻的道理和依据。别看一个人的手掌仅区区方寸之地，但是富贵贫贱、智慧咸愚、夭寿吉凶、婚姻感情等等，尽在这一小小的手掌之中体现。看手相一般是从3大纹路、8大丘、5大线纹等重要特征来看，并且手掌形状和手指长短等其他因素也都会影响个人的发展。那么看手相是看哪只手呢？大家所知道的男左女右，其实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为了能有更多的观察，看手相最好是2手都要看。从手上可解读的东西特别多，我们今天主要讲解的就是5大线纹中的感情线。感情线作为掌中最主要线纹之一，不仅表明人在爱情方面的运势，也透露了关于心脏和血管方面的宝贵线索。感情线又叫做天纹，也称作爱情线。好的感情线一般深明无干扰，弧度很好看。绝大多数的感情线起源都是位于手掌边缘小指下方，从此处穿过手掌上方，大部分的终点都落在食指底部附近，有的在中指附近就结束。一个人不管是感性还是理性，情感特质都会在感情线上体现出来。感情线的位置和形状透露了一个人内心的敏感程度，还有对爱情、婚姻以及其他感情的期望。而每个人所处环境不同，感情线自然会有所不同。一般感情线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感情线终点在食指底部，那表示你在感情上有完美主义倾向，对你爱的人标准很高，期望也很高。挑选情人较为挑剔，但是一旦你认定了一个人，就会全心全意地去爱对方。2、感情线终点落在2指中间，感情线终点落在食指和中指中间的，这是很典型的终点位置。如果你刚好是这种情况，那么显示你天性温柔亲切，对另一半爱得很深沉，喜欢为所爱的人做事，常常用行动表达你对他的情感，甚至对身边的亲人朋友也是如此。3、感情线较短，感情线指延伸到中指的下方，这种情况显示你的性格是比较冷酷无情的，是个对亲密关系很缺乏责任感的人。你只想享受，不想被绑住，而且还不想就1对1的关系许下承诺。对你而言，短暂的恋情就已经足够了。4、感情线尾端分叉，感情线尾端分叉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一种，这表示你的情感与智慧两者兼具。末端如果是一分为2，则表示你这个人温暖、浪漫又不失冷静稳重。若末端3叉则更好，表示所有感情线的优点都包含在其中。你清晰的逻辑思考中带有感情，是个充满同情心的倾听者。5、感情线直穿过手掌，感情线直穿过手掌到达拇指侧，这种类型表示你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总是把工作放在感情前面，会忽略自己的爱人和家人，长期以往感情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6、感情线中间有倒纹，感情线在无名指和小指之间出现倒纹，这表示你是个激情多变的人，即便年岁长成，
但是你的性格仍跟小孩一样，对感情没有很认真，随意结交异性，感情太过复杂，甚至是会影响事业发展。以上只是举例一些不同的感情线类型，此外还有包括感情线的分支、细纹、长痣、色泽等等不同的形态，也都会对情感运势带来影响。很多人可能对手相都是持怀疑态度，但所谓相由心生，一个人的运气好，他的气色就好，手的色泽看起来比较健康，纹路比较清晰，直观上就是一个思路清楚而理性的人。如果一个人的手相纹路很复杂，直观上就是一个思绪较复杂的人，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由此可见，以相取人是很符合自然现象的，这也就是手相预测的基本原理。还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手相上的线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时刻都在发生变化，也在展示着你现阶段当下的运势发展。所以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手相，如果能够将一段时期的手相进行比较，则更有价值。第二，这种手相万里挑一，男友掌权掌财，女友克夫克子，依了解断掌纹。大家都知道，人的手相是由3根主线：生命线、智慧线、婚姻线组成的。不过有一部分人是智慧线和婚姻线重叠形成一条线横在手掌中间，叫断掌纹，也就是别人都是3条线，你的手相是2条线，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纹线。一只手断掌纹是单手断掌纹，2只手断掌纹叫双手断掌纹。断掌纹的人多吗？据估计，单手断掌纹有 10% 的概率，如果是双手断掌纹，应该在 3% 左右，概率不高。断掌纹的优点，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一起，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一般比较睿智、聪明，判断力强，能力强，比较重感情，爱憎分明，做事果断，利于事业发展，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贵人较多，有恒心和耐心，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所以往往能成就大事。如果手掌很厚很宣很软，那是更好。很多有名企业家、官员、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断掌纹的缺点，断掌纹的人比较极端、固执、较劲，容易出错。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得理不让人，不达目的绝不罢手。但是记住，过刚易折，过刚易断，很多人因为这个容易惹上大的麻烦和灾难，比如引起官司、口舌、牢狱。假如手相干枯、露骨、无肉，再有断掌纹，非常容易遇见以上情况。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那么你可能会有偏执的性格，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会对人非常反感，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人，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一生官非较多。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的时间，哪怕是自己错的，你也不好改变自己，甚至容易过激。断掌纹的婚姻，断掌纹是个敢爱敢恨的性格，爱的时间他会全心投入，他会尽一切办法使爱人快乐、幸福，甚至一生一世。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他便恨得相当强烈，非使对方感到极度难堪不可。刚愎自用、暴躁，也容易感到灰心。由于这种人的性情特别，所以跟这种人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相当小心。这种人性格多疑，对人大多不信任，所以断掌纹的朋友婚姻观比较极端。男的还好点，因为他大多偏向于事业。如果是女的，你就要选择好对象了，因为这样的女人大多是感情很重的人，对待感情较真，追求完美，激动的时间极端暴躁，很难自控。一旦失去感情信任，那是非常可怕的结果。断掌纹的事业，
断掌纹的男人性情中耿，工作能力很强，责任心极强，不管怎样困难的事情都由自己独个儿去处理，不喜欢别人来插手干预他的思维判断。如果因为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非要把一些不大重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也老是牵肠挂肚，非亲自去干它一下。就凭这样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他做事成功率是非常高的。特别是男人，断掌纹的男人在事业上一般比较有定律，对待歪门邪道、花花绿绿的感情比较排挤，在事业上的敬业度和忠诚度都是非常高的。事业成大事的人，断掌纹居多。断掌纹的女人也是事业型的人物，工作事业上绝对不输给男人。但断掌纹的女性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爱情弄得一团糟，必须在感情上要多多反省自己。第三，女生有断掌纹好不好？所谓的断掌，是手掌上的感情线与智慧线重叠为一而横过掌面，是行事风格相当有魄力的女人。而这合而为一的断掌线，其位置如果过高，近手指根部，则会流于感情冲动而缺乏理智；而如果位置低，则是理智重于感情，非常固执，很少会主动的认输和主动认错。一，女生有断掌，在传统的手相学里认为，女性断掌会刑克丈夫，是因为这类的女性往往主见强，能力好，不喜欢被命运左右，所以具有反抗传统、叛逆的特质，因此在父系社会下被视为对丈夫权威性的挑战与不利，才认为女性断掌，感情婚姻会不顺，而且会产生克夫。二，不过随着社会开放，男女平等，断掌女性的特质反而能适合社会，成为女强人、职业妇女。虽然个性比较强势，对婚姻较有意见，但可以用包容、沟通的方式降低与另一半的摩擦，克夫的情况就不那么明显。三，在众多知名的一线女星，例如蔡依林、梁静茹、章子怡等等，都是有断掌的手相。故综上所述，女生有断掌也并不一定像自古以来的那样，断掌的女人主个性上会比较好强，用到对的地方，恰到好处，也一样可以取得很优越的成绩的。这10种手相，50岁后飞黄腾达，有望资产过亿。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赢在起跑线上。有些人可能在起点的时候冲劲很足，但是后期动力不足。但有些人可能起点并不高，却一直坚持，最终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人的运势表现也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在财运上。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想要挣钱非常的难，但是中晚年却迎来了机遇。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一，智慧线很长。我们摊开手掌，能够明显的看到3个比较深长的纹路，位于中间的那条就是智慧线。一般而言，人们的智慧线是比较短的，但是如果智慧线深长，那么代表这个人聪慧有韧性，做事善于思考，谋定而后动，而且洞察力惊人，可以发现很多常人难以发现的财富运势。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能发财，主要是他们思虑太多，总是不能把握住挣钱的时机，加上大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财富底气不足，不敢尝试一些具有风险性的项目，只有等过年过半百，身上的负担减轻，才会大展手脚。因此50岁之后，智慧线深长的人会在财富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而且年龄越大，挣钱的机会也就越多。二，手掌心有2条事业线。事业线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拥有1条事业线就相当的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
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多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地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3. 拇指和无名指有斗。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4. 食指和中指并拢后，上半截空隙大，下半截无空隙。拥有这类手相的人，说明他们在早年间会吃特别多的苦头，日子很艰辛。相对于身边人而言，不管是事业还是财运都显得乱七八糟，而且在婚姻中也很难得到异性的青睐，会长期处于孤独寂寞的状态中。好在到了中年之后，50岁左右，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将发生巨大的转变，他们会迎来很多好运，而且贵人缘也在变得愈发旺盛，可以得到高人的提点与助力。到最后，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叱咤商场的有钱人，或者是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这类人经历过很多磨难，所以心思缜密，而且更加懂得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因此，即便过上富裕的好日子，他们依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还会树立勤俭节约的念头，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因此，这种旺盛的运势可以一直延续下去。5. 手掌宽厚粗糙。手指宽厚且粗糙，说明这类人拥有旺盛的大气运，不过很难在早期显露，必须要经历一番磨难和历练，才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早年期间，这类人日子过得很憋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重重的阻碍，而且六亲缘分浅薄，还总是会被父母和兄弟姐妹拖累。但是到了50岁之后，必然平步青云，一鸣惊人，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的类型。一旦大运降临之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事业和财运方面，将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生活中社会的地位也会急剧提升，还能够结交到很多上流社会的人士，人际关系将变得极为和谐融洽。而且这种旺盛的运势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够从中年一直延续到晚年，令人羡慕。6. 事业线从下到上由浅变深，超过生命线显现出来。事业线从下到上由浅变深，甚至超过生命线显现出来，说明这类人早年的时候职场生涯并不顺利，他们很难拥有稳定的职业，会到处打零工，日子过得很辛苦。但这类人非常有天赋，而且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积累了特别多的经验和知识，等到中年50岁之后，必然能够取得突出的好成绩。一生中一旦出现转机，那么接下来的人生都将一发不可收拾，绝对会一飞冲天。而且这类人本身就属于怀才不遇的类型，所以一旦得到机会，必然会表现得特别的努力，绝对不会颓废懒散。他们到最后不但可以拥有成功的事业，还能够赚得盆满钵满，日子顺风顺水，还可以收获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7. 太阳线起自边长。如果太阳线起自边长的话，说明这类人拥有非常诚实善良的优良品格，
而且遇到困难不会轻易低头，具有很强的上进心和拼搏心。年轻的时候，由于原本的家庭背景不是很好，很难得到良好的资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难以取得耀眼的好成绩。但是到了50之时，必然能够一鸣惊人，甚至在所处行业能够处于佼佼者的领先地位，非常厉害。不过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婚姻生活不够幸福，尤其是女性朋友肤缘浅薄，还有可能克死丈夫。8. 事业线起自智慧线。如果事业线起自智慧线，或者说太阳线起自智慧线，说明这类人特别聪明，基本上用不着等到晚年，到了50岁的时候，便能够在事业上斩获非常出色的好成绩。事业一旦成功，那么滚滚财源肯定也会随之而来。这类人上进心很强，心思缜密，善于规划，非常喜欢思考，而且他们踏实努力，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儿，朝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不断前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功成名就之后，可能就会引来桃花劫，在感情方面务必要洁身自好，以免惹来麻烦。9. 事业线起自掌心。如果事业线起自掌心，或者说太阳线起自掌心的话，那么说明这类人少年运欠佳，但是到了中晚年绝对能够行大运。这类人有种随遇而安的豁达感，能够专注于眼下的每一件事情，而且他们心态很好，哪怕身处困境也不会怨天尤人。到了晚年之后，贵人运将会变得愈发的旺盛，能够在高人的提携和指点下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不过即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类人依然能够保持初心，继续以往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不会醉生梦死，更不会去做出出格的事情。10. 生命线上阻碍纹较多。生命线上阻碍纹较多，年轻的时候抵抗力不佳，身体素质欠佳，需要注意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是从中年开始，健康运势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身体素质也会不断增强，感知分叉假断掌，分析力强，而且双手灵活，多才多艺，智商很高。到了中年之后，能够在自身所处的领域斩获非常不错的好成绩，甚至还能够一夜成名。有断掌纹的同时，又有智慧线和感情线，且末端分叉，他们善于处事，适应力极强，对什么都感兴趣，知识面广泛，可以凭借着聪明才智获取丰富的钱财。食指中的这根手指越长，福气越旺。一个人的手可以透露出很多的信息，有些人的手长得很修长纤细，有的人的手长得很粗犷，每个人的手指长度也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食指中哪些手指越长，你的福气越深。1. 小指比无名指第二指节长。在中国传统的相学中有这么一句话，小指过三关，不愁吃和穿。意思是，如果小拇指比较长的话，那么其人一生的财运、福运都比较出色，不会出现在生活中缺少财富的情况。之所以说小拇指的长度较长会带来更好的运程，是因为在相学中，小拇指的长度若是超过无名指的最后一个指节，也就是第三指节的话，就意味着其人的财富比较出色，能够在工作中依靠自己的努力赚取财富收入。而且如果是女性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话，还意味着她们可以嫁得一个好人家，婚后的生活幸福安稳。2. 食指比无名指长。食指比无名指长的人非常的聪明伶俐，从小时候开始就是学霸一个，他们长大后更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不仅赚钱能力一流，还善于理财，钱财到他们手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因此这种人是很有福气的，在物质上衣食无忧，在精神上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3. 五指细长直上。我们这里说的大拇指很长，通常是指大拇指的长度几乎到了食指的第二关节处，但凡是大拇指长到了这种长度，大多都是富贵有福气的人，一生财运很旺，容易有傲人的成绩和收入。这种手相的人聪明能干，头脑灵活，反应敏捷，具有大智慧，做事有条有理，又擅长把握时机，
他们为人谦和坦诚，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有这种首相特征的人，贵人运很好，有较强的聚财能力。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的时候，总有人及时出现，为其排忧解难，出谋划策，使其顺利快速走出困境。4. 中指长度合适。在相学中认为，中指特征可以展现出个人在情感以及金钱财运方面的好坏变化，特别是命主的理财投资等偏财运的涨幅下跌，都是可以从中指来看的。所谓中指的长度合适，是指高于其他4根手指，但长度不会超过1个指节。拥有这种类型中指的人，无论是面对工作还是投资理财，都能够保证按照计划而来，既不会因为自己有能力随意行事，也可以做到对自己保持信心，从而确保在投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增加收入。除此之外，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有以下8种特征，一生能生财有道，福气满满，快看看你有没有。1.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摸起来特别的柔软，并且厚实有肉，看不到筋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那就说明此人的运气很好，而且心灵手巧，很会赚钱。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比较的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容易有所成功。最关键的是，他们一生的财运很好，尤其是偏财运，在一些投资项目上会有很大的回报。只要是他们看准的项目，似乎都会赚钱，所以一般这种手称为发财手。此外，这类人的贵人运也不错，在遇到困难时容易有贵人出手相助。2. 有贵人线。所谓贵人线，就是指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的弧线，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明显，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如果手上有贵人线，表示此人一生大富大贵，而且贵人运特别好，做事情时容易遇到贵人帮助。这种手相的男人财运极好，赚钱厉害，大多能拥有很多资产，家人也跟着享福。有此手相的女人容易嫁给一个有能力且有经济实力的男人，一生不会为了钱财而犯愁。所以但凡是有贵人线的人都不会缺钱，日子过得非常的富裕。3. 手掌有财库。手相学中所说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当中的纹路相互交叉，呈三角形或者方形，通常为财库。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有的也是模模糊糊不太清楚。如果掌中财库生得很明显的话，表示此人财运极好，有一定的资产，一生都不会缺钱。他们天生就是富贵命，即便不用太辛苦，也能拥有比别人还多的财富。这样手相的人大多都是自己创业者，不愿寄人篱下为别人打工，也不愿被别人管着。其实就凭他们自己的真才实学，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自己创业，通常都是做得风生水起，收益可观，日子过得非常的富裕。4. 掌心藏水。所谓掌心藏水，是指把手平摊开来，中间整个凹陷下去，倒水进去都不会溢出来。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财运也很好，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容易赚到钱。有此手相的人聪明能干，智商情商都很高，人际关系较好，也懂得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资源，开通自己的事业道路，容易获得成功。他们不仅会赚钱，更会理财，比如买些理财产品，或者去做一些比较靠谱的投资，并从中获利。这样手相的人也堪称是发财手，赚钱容易，存钱也很厉害，大多数都是有存款的人。5. 财运线笔直。在手相学中，财运线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的金钱运势，在人的手掌中都会出现一条财运线，只是有的看不太清楚，有的却是清晰可见，笔直伸长。如果你的财运线笔直清晰，一般就表示你的财运很好，一生会遇到许多次赚钱的机会，就算出生在普通的家庭里面，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富裕的生活。这种手相的人聚财能力强劲，很会生活，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安定富足。6. 掌有凤眼纹。所谓的凤眼纹，是指大拇指的第2个关节处有2条至3条纹路组成的圆圈，看上去像一个眼睛。手上生有凤眼纹的人有富贵好命，生活富裕。掌有凤眼纹的人大多的聪明能干，财运还尤其的好，做事情比较顺利，聚财能力也是一流，他们只要自己稍微用点心，就能够赚到很多钱。如果男的有这种手相的话，表示事业有成，功成名就。
如果女的有这种纹路的话，表示她们可以嫁个如意郎君，而且对方家境优越，生活富贵。7. 水星丘饱满。水星丘指的是小指根部，也就是财运线和钱财纹所在的位置。如果水星丘生得饱满有肉的话，通常都表示此人财库丰盈，财运较好。他们十分精明能干，如果不是自己当老板，也绝对是好的副手，收入可观。这种手相特征的人为人正直善良，口才好，也擅长交际，懂得随机应变，容易获得好的生财机会。再加之自己本身财运就好，所以赚钱对于他们而言会容易很多。这种手相的人聚财能力很强，日子过得安定富足。8. 钱财纹竖条。手相中的钱财纹也叫做是理财纹，指的是小手指和无名指根部常有一些细细的斜纹。如果钱财纹有很多条，并且清晰可见，那就表示此人的财运旺盛，不缺钱花。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会能说会道，口才极好，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在职场中深得上司的器重，委以重任。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去做一些投资，在贵人的指点和帮助下，再加上自己的好运气，会获得丰厚。这种手相的人眼光精准，对赚钱的机会向来都不会放过，所以他们生活也是安定富足的。当然，相学里的说法只是一种运程解析，幸福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勤奋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家庭中要有一双勤劳的手，可以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勤奋一点，努力一点，收获的就多一点。手指具有这些特征，往往很招财。有的人出身富贵，天生不为钱财而烦恼；有的人凭借自身努力，最终也能富贵满盈，却也有人一生穷困潦倒。今日我们从手相来看一下，哪些人财运好，财富多。1. 看5个手指的情况。5个手指并拢无缝隙，表明这种人很能守财。反之，5个手指并拢起来，缝隙越宽，漏财就越严重。就算赚钱再多，都难于存钱，要尽早做好理财准备。一般来说，手指修长的人，往往在艺术方面有很强的天赋，并且能得到一定的名声和威望。这类型特征的人，这种手相的人追求精神主义，渴望权力，喜欢高高在上的地位，对钱财却不计较，花钱很随性，所以赚不到钱。2. 看大拇指，人的大拇指第2关节，这个地方是表示财运旺衰的，此处无论是横纹还是直纹，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越多。这种人多靠勤俭致富。大拇指节第2节指腹中的横纹，守财纹。有这种守财纹的，通常是能够守财的，理财能力也很好，会知道如何管理钱财，选择适当的投资。网格纹是大拇指下面的纹路，越密则越有财运。网格纹在这里的朋友，表示其人财运旺盛，赚钱比较容易，不论是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人，都会遇到好的赚钱机会。3. 看食指，如果人的食指上有一条横纹的话，那就说明此人有异性缘。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或者女孩会找到有钱的男人。人的食指与中指之间是代表勤奋与否的，如果这2指之间有细缝，说明此人善于思考，做事缜密，勤劳努力，所以将来必能出人头地，而有所成就，当然财富也会旺。在人的食指根部木星丘比较发达的人，这也是主财运的地方。木星丘在手相学称为巽宫，也叫钱财宫。这种人运势较好，因此财运必佳。木星丘宝气色血色良好的人，财运必然旺盛。这种人大多是商业发家。4. 看无名指与小指，小指根部水星丘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如有出现十字纹，表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这种人会有意外发财的机会，比如果买彩票中奖了等等。
小指与无名指中间的下面的斜线称之为钱财纹。钱财纹如果比较多，并且比较清晰，代表着有较强的理财能力，擅长理财，特别是在生活上能精打细算，不会盲目开支花钱，总能把钱用在刀刃上。5. 看手掌的厚薄和软硬。手相学上，手掌的厚薄代表一个人福分的多少。手掌饱满肉厚，并且张开手掌心能自然形成凹坑的人，是守财多福的手相。手瘦削无肉，掌心平平是月光族，花钱如流水，赚不到大钱也守不住财。拥有一双有弹性软绵绵的手属于人生富贵的象征，如果再厚实的话，则代表着财运上比较丰厚，在理财上也比较有智慧，很有经济头脑。同时他们在财运上也有好的运气，生活档次也比较高。手硬的人脾气倔强固执，虽然做事容易一根筋，但优点是工作上坚持执着有耐力。手硬而厚，可以白手起家，坚持努力后获得财富。手硬而薄则固执己见，事业上容易做错决定而导致一生贫穷。6. 手掌有理财纹。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有这种纹的人通常是替别人理财，或者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通常帮人理财，当然自己也会投资理财，因此不会缺钱用。7. 手掌有痣。手掌有痣，手掌的痣一般都是属吉痣，手掌心的痣代表智且富，代表你很聪明，将来会富有。8. 有多条事业线。事业线是从掌心底部延伸至中指缝隙处下方的一条笔直的线。多条事业线是指事业线旁边有些虚线、斜线往周围延伸。这类手相的人懂得东西多，专业技能很强，虽然工作辛苦，但是收入回报也大。9. 智慧线明朗深长。手相学上认为，智慧线明朗深长的人将容易获得成功。智慧线又称头脑线或思想线，其不但能够表现一个人的智慧，同时还代表着其思考能力、自我控制力、记忆力、应变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等等。而智慧线明朗深长的人，往往能够在这些方面表现得不错，因此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往往能够轻松地获得成功，能够轻松地赚大钱。10. 太阳线清晰深长。太阳线又叫成功线，也就是位于无名指根部，并一直往下伸的那条纵向延伸的线。它代表一个人的人缘、名誉以及成功，所以太阳线清晰深长表示人缘佳，做事容易成功。而往小指方向延伸的支线为财运线，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贵人多，理财能力强，有商业头脑，所以变身成大富翁的几率非常高。第2，手纹很乱代表什么？中国相学认为，女人掌纹细如乱丝，是属于善良的好女人，情感细腻，多愁善感，多烦忧家庭。而西方相学认为，细纹在掌中纵横交错，表示其人困恼烦闷，神经过敏，性情烦乱。这里面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在情绪方面都想得比较多，所以活得简单一点才够洒脱。古语有掌乱心乱，掌轻心轻之说，很多富豪的文献也是很多的，和苦命与否是没什么关系的。手掌纹乱的人大多容易心事不宁，一天烦恼，尤其是手上横线多的人，更是老觉得自己处处不顺。命好命苦全是心态问题。手纹乱说明你太乱，爱胡思乱想，考虑这考虑那，总觉得不合适，但又想不出来好的主意来改变。看见没有，你现在心就很乱，乱得担心这担心那的。你需要放下，有颗平静心，别再乱想就行了，关键在你哦。比如说病人不听大夫话，不知道忌口，那就是灵丹妙药也无用。
看手掌纹理论有几种方法，一是麻衣神像，二是台港现代纹理法，两者差距不大。现在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是大众接受的。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掌纹乱主心思乱，心绪多，常常有庸人自扰、患得患失的老毛病。不过还要看三大主线：智慧线、感情线和生命线。如果这三大主线清晰有势的话，问题不大；如果三大主线模糊不清的话，其人一生只能用一团糟来形容。这代表着你一生比较辛苦，而且是有主见。那些生在三大主线上的支线分向上和向下以及横切，向上主增强作用，向下主降低作用，横切的主破坏作用。在医学角度来看，说明你思维活跃，脑力有能力想到很多方面的事情，但是过于杂乱、不集中，心不大静的表现。所以静心，集中某一两个主题，能助你取得进步和成绩。掌纹是由于手掌的活动与姿势有关，另外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要消除的话，可以通过美容等方法。当人操劳过度、营养不良、生病、中毒都会引起手掌纹的改变。当手掌出现井字纹，说明你的抗体很好。当手掌出现 S 纹或 S 纹中一条横线组成 X 纹，说明你有可能患有癌症。一般健康的人通常会有3条主线。第三，手纹很乱的化解方法：一、多参与社交，不管任何形式的社交都尽量参与，有助提升人际关系，为自己制多点与人多相处的机会，性格也会随之有正面的转变。二、培养兴趣，手掌乱纹多，手掌纹很乱的人，一般比较心散，想法亦多，但不专一。如果能找到一项适合个人发展的兴趣，有助培养专一的能力。三、适合晚婚，择偶时最好选择较年长的或离过婚的。早婚易跟伴侣发生摩擦，所以建议晚婚较为有利。第四，手掌纹各代表什么意义？文献名称，文献所代表的意思，观察内容。一、生命线，生命的活力与气场环境，此人的健康状态和生命力。二、智慧线，性情与适当的职业，此人的性格与适合的职业。三、感情线，感觉和感情与性情，此人的性情与感性。四、生活线，社会生活的能力，有关社会成功事迹种种。五、太阳线，运势与运势的变化，弥补生命线的运势。六、健康线，身体及对别人的影响力，健康程度及是否有人缘。七、希望线，努力与成果，是否达到理想希望。八、特殊技能线，可能有一技之长，手艺或技艺才干。九、财运线，财运的多与少，赚钱或发财的倾向。十、婚姻线，姻缘与异性交往，与异性朋友恋爱、结婚。手上这4条纹长得越乱，命运越惨，尤其是第一条。一、事业线紊乱，命运坎坷。事业线顾名思义，代表着一个人的事业运。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被很多杂乱的小纹路所扰乱的话，代表着事业运坎坷不顺。这类人一般想法很多，但每个想法都很难落地，所以总是摇摆不定，做什么事情都很难长久，最终事业方面肯定是一团糟。对于男性来说，如果事业不好，那其他方面肯定也很难好，毕竟事业才是其他生活的基础。落实女人如此的话，如果婚姻线长得较好的话，还能补救一下。二、感情线紊乱，招财进宝。如果一个人的感情线分叉较多，被各种杂乱的细纹打乱的话，这类人大多感情不是特别的顺心，年轻时容易有多段感情，但大多无果，一般结婚较晚，但是也不用太过担忧。虽然婚姻方面不是特别理想，但是还到不了命运坎坷的地步，凡事都有利弊。这类人的事业运往往会比较好，
挣钱能力毋庸置疑，而且大多身体也比较健康，容易长寿。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反而比较的好命。3、生命线紊乱，走向极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长得紊乱不堪的话，这类人的命运大多属于悲喜交加的类型。这种人一般性情非常的不稳定，属于比较矛盾的一类人，有时候较为狂躁，有时候也特别的安静，遇到事情容易想不开，喜欢钻牛角尖，考虑问题和做事时就容易陷入极端，做出一些超出常人想象的动作和行为。一般来说，这种人的命运大多也属于极好和极差两种，要么幸福到爆炸，要么痛苦到崩溃。4、智慧线紊乱，思想混乱。智慧线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思想、学习等等，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家运。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长得非常混乱，有许多细小分支的话，一般这类人的思想比较的活跃，也可以说比较复杂，考虑问题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你永远也猜不透他们脑子里下一步想的是什么，而且不喜欢受到约束和制约，做事时有点不合群，也没有太强的集体观念，所以大多人缘不是非常好，容易影响到自身的事业发展，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也没有太多的耐心去对待另一半和子女，对家运不利。通过手相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包括性格脾气方面的特点、待人处事的方式，以及个人今后的综合运势等等。只有对自我拥有更加透彻的了解，才能够促使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极为特殊的几种手相都是什么。1、终止线，判断事业或生命终止。终止线是出现在生命线或命运线上的起阻拦作用的一种线纹的部分线。通常来说，终止线长度为3至5厘米。如果掌中从坎位冲上终止方向的事业线出现了横切的终止起点线，那就要注意了。它的出现预示着计划中的事情出现了障碍，或是正常运作中的企业将会因什么原因正在悄然无声地在往坏的方向变化。另外，对于生命终结来看，则要看2个手的生命线都短，且几乎在同一位置出现终止线，就是暗示终点代表的年龄会出现生命危险。关于生命是否真的会终止，不能只依靠出现终止线而断，还要给合命里八字是否己凑够4个空亡，地克天冲而无其他五行打救，还要结合脸相的气色等一起判断，才能做出结论。2、纵欲纹，判断一个人的情欲节制。纵欲纹是一种随个人经历出现的纹路，在掌相中也称情欲线，是从靠近掌外侧、手掌八卦对位的部位发出，向生命线方向横向延展而来的纹路。其实有情欲线的人，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类人原来大过随性，平时大过放纵欲望，没有节制，生活不规律，沉迷烟酒或麻醉剂等，导致缺乏精力，肾功能差，健康令人担忧。纵欲纹接近生命线但没有穿过生命线的人，性生活过度，导致精力很差。纵欲纹未穿过生命线而向下弯曲的人，会因为身心过度疲劳或作息不规律而出现健康危机，甚至危及生命。纵欲纹延伸穿过生命线的人，过度沉溺于性欲之中，精力容易衰竭。有此纹穿过生命线的人，尤其保重身体，万不能纵欲无度，否则发白而致亡身。如能即刻起调理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纵欲纹也会消失。3、川字纹，判断感情生活。有川字掌纹的女性，独立而自我。免费算命网 http://www.cc 在感情上爱憎分明，从不轻易表露自己。他们都很任性，不爱考虑他人感受，因而在恋爱和婚姻上挫折不断。同时，川字掌纹的女性不善表达，对于丈夫与子女的关怀不轻易地表现出来，再加上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
不懂展现自己温柔的一面，所以会给人留下不懂温存的印象。因此，川字掌纹的女性不宜早婚，晚婚正可让自己更加成熟稳重。另外，不妨嫁给比自己年长的男性，因为年长一点的男性较有包容心，或是能欣赏自己优点的男性为伴侣，将能使自己在性格上有所改变，感情生活也能长久幸福。4. 孔子眼纹，判断智慧和才华。孔子眼，也有人称是夫子眼，是在大拇指内侧中间关节上的相连多条结纹，形状像橄榄核或眼镜状似的纹。手指关节有孔子眼，代表此人非常聪明，有极强的管理能力。从古至今，拥有孔子眼之人必定是文曲星下凡，再不济的人也是能舞文弄墨、文采斐然的才子佳人之说法。有些普通人也可通过后天努力变得很聪明，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后长成的孔子眼会生在右手关节上，左手关节上的孔子眼才是注定聪明。另外，孔子眼明显完整的人，也预示着身体素质好，幼年家境富裕，成年后能有一番事业。孔子眼的纹路深浅不一且有中断的人，判断力与意志力薄弱。孔子眼的纹路不齐或徒有断裂错开的人，身体状况欠佳，且易早衰，年轻时便需好好珍惜身体，注意保养。5. 桃花纹，判断恋爱运势。手掌的大阳丘部位有很多花形的细纹，就是桃花纹。桃花纹越多的人越吸引异性，这时如过度纵欲，很容易精力衰竭而身亡。斜向上延伸的桃花纹，预示人际关系很好，除了能受到异性关注，还能得到下级拥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事业也会非常好。通常从事演艺工作的人和公众人物都有这种样式的桃花纹。如桃花纹不只向斜上延伸，还多方向发展，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正桃花和烂桃花了。有此纹出现时，已婚女人应自觉恪守妇道，未婚女子却要预防不真心爱你的人准备勾引玩弄你了。常且穿过生命线的桃花纹，也叫畜生纹，对于长有这种纹的朋友，远离一点为好，因为这种人没有理性，可以说是欲治不认亲的畜生性格，对性生活要求强烈，性行为就像会像畜生一样无所顾忌。手上如果长有此纹的人，一定要自重，修心养性，早日抛弃恶习，半年后此纹将会自行消退。6. 旅行纹，判断离祖创业与闯荡他乡。旅行纹是在生命线中部左右向外分叉出去的支线，如果靠上，即是生命线上端旁边分叉出去，直通无名指下部八卦部位坤位的线纹，预示着此人必会离祖创业。深且显现的线纹也代表了己创业成功并举家迁移，纹线不显的则代表你在创业或工作中是个日夜在外奔忙的人。如果旅行线中间有断开或显现清晰时忽然模糊不清，则表示创业不顺或生意失败，导致举家回迁的可能。如果生意好转或仕途顺利，慢慢又会清晰连接上。从这些线上可判断出此人的经历。另外，从生命线下端向外分出多条细的纹理，且清晰又连贯向外伸展的人，是个思想前卫、热爱旅游、猎奇心理很重，是个坐不住总爱去各地游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人。如果近期出现旅行纹的人，表示因为工作或者探亲，马上就会有外出旅行的可能。旅行纹的长短表示该人目的地的运近。从纹理的深浅可看出这次旅行是否合乎心意。细小的旅行纹理应注意是否有中断或成链状，如果有，却要注意旅途中会有突发事件或危险情况发生。如果旅行纹从生命线的末端延伸到手掌中前弓位置的人，有移民或定居国外的可能，并在那里度过晚年。旅行纹未端的位置出现许多分叉的，代表该人四处游历，居无定所。7. 玉环纹，
判断身体健康。这一纹线一般位于手掌的下部，环绕手腕与手掌腹面滴线纹，也是区别手掌与手腕间的横贯线。玉环纹是深刻且连续为佳，根据玉环纹能判断出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态。玉环纹清晰连贯的人一般有旺盛的精力，体质强健；玉环纹有中断、波浪、倒纹出现的人体力很差，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内分泌系统较容易失调。对男性而言，生殖机能就会变差；对女性而言，会出现妇科问题或性冷淡。如果玉环纹附近肌肉组织厚实有弹性且肌理细润的人，神经系统好，头脑较灵活，行事条理分明，在处事上懂得变通，交际能力也不错，情欲方面较旺盛。玉环纹附近皮肤粗糙、肌肉松弛或青筋凸起的人，体力差，可能会有生育上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拥有3条平直且完整的玉环纹，此人则是拥有福禄寿纹，代表着身体健康强盛，祖辈有很好的遗传基因。若是在命途的流年中慢慢形成了第4条玉环纹显现的人，即便之前有什么不祥之兆或会运，也会因这条纹的出现而变得好运连连。8. 阴阳纹判断特别性情与爱好。我们所说的阴阳纹，是说在同一根手指头上出现有双螺纹、双鸡纹或一螺一鸡的情形。有阴阳纹在手，往往暗示直觉极强，甚至会有第6感出现，可通鬼神、阴阳，更可对事物进行预测。这种人对灵异方面的东西极为感兴趣，或者笃信宗教。一般情况下，人每一根手指头只有一个螺纹或一个鸡纹，食指全为螺纹的人欲望强，个性也沉静。如果是女性，则会像个男人婆，缺乏女性的温柔。食指全是鸡纹的人，多才多艺，有艺术家的风范。螺纹也分正反，开口朝向小指的为正螺纹。这种人善于适应环境，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有众多的爱好，对人也都十分友好。开口朝向大拇指的为反螺纹，这种人多知注重自己的感受，十分敏感，而且行为激进。在手相学中，与阴阳纹特征雷同的掌纹，还有从月丘到木星丘的直线或弓形线，被称为是直觉纹。在感情线和智慧线中间出现的神秘十字纹，在食指处出现的称为所罗门环的、木星环的这些纹线，具有这些特殊的纹线的人，更具有灵界方面的能力，有从事命理、宗教等方面工作的先天优势。9. 财库纹判断事业财运，在大拇指的第2节往手掌心倾侧面出现的完整横纹叫财库纹，而在其下方出现的横纹、纵纹或格子纹称为财富纹。通过这2个纹路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财运如何。财富纹代表能赚取多少财富，而财库纹是看一个人最终能否守得住财的时间。有财库纹的人，不论是那种纹理出现越多，预示赚到的钱越多。这类型的人对所有的工作总是事必躬亲，所以得到的劳动报酬也会越来越多。拥有财库纹的人，可以从财库纹的位置推测守住财的时间。靠近拇指指节的位置约为0岁，靠近拇指底部的位置约为80岁。如果一个人的财库纹越靠近拇指节，说明其年轻时便能够拥有财富了。反之，一个人的财库纹靠近拇指底部，说明其要到年老时才能守得住财。一般人的财库纹都出现在45岁左右，那都属正常的。需要注意的是，有财库纹出现，还需仔细查看财库纹的形状。财库纹如果有漏洞的话，就表示其财富会外漏。如果有2条财库纹，且上面1条断裂，下面1条完整，表示其年轻时理财观念差，晚年才能守得住财。如果2条财库纹都完整，说明此人花钱谨慎，能攒得下钱来。手掌中有阴质纹的人，祖上或本人有积累的阴德，
将来能鸿运当头，福禄双全，贤子贵孙。手相我们来比较熟悉，手相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手相是根据手掌的纹路特征进行解释分析，讨论对人运势方面的影响。手掌的纹路我们并不是一一都了解的。那么手相阴质纹对人的运势有什么影响？一、什么是阴质纹？阴质纹也叫贵人线，又名火星线，古人也称其为祖阴纹，意思是祖上积阴德而产生的纹线。阴德深厚的人手掌中通常会出现明朗而深长的贵人线，其人善良、慈爱，遇事多能得到贵人相助，从而化险为夷，也容易因为得到贵人的助力而获事业成功。一、贵人线清晰深刻。贵人线生得清晰深刻的人，无论男女，对待工作都非常积极热情，具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而且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提拔，事业亦有所成，生活平顺幸福。假如生命线生得不佳，但旁边出现好的贵人线时，会大大弥补生命线的不足，所以贵人线又称第二生命线。二、贵人线一条，从贵人线上也可以看出其人的感情生活是否幸福。假如手掌中有一条清晰而深长的贵人线，随着生命线一直往下延伸，代表夫妻两人感情能够维持长久。特别是贵人线的末端与生命线紧贴时，两人的感情会越老越浓。若贵人线末端与生命线的距离越来越远，两人虽然会一直维系着婚姻关系，但心的距离却会随着时间的加长而越来越远。因此，这类人特别需要用心维护感情。三、贵人线多条。假如手掌中有多条贵人线出现，其人有着旺盛的桃花运，身边不缺少异性。假如靠近生命线的贵人线伸长，其人虽然桃花运旺，但与另一半感情很好，外人无从介入。如果不是的许，则可能心里另有他人的影子，比另一半分量更重。四、贵人线呈交叉状。若手掌中有两条贵人线呈交叉状，且纹线深而清晰，表示其人寿命较长，命中可得功名利禄，亦能够白手起家，做出一番事业。假如手掌中再有一条清明的太阳线，其人一生平顺，会名扬四海，多子多孙，健康长寿。五、贵人线的支线触及事业线。假如贵人线的末端分出一条支线与事业线相连的话，其人活力充沛，工作态度积极，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女性手掌中有此特征时，其人在工作容易遇到强有力的异性帮手，从而免之许多单打独斗的挫折和辛苦。六、贵人线上出现障碍线。假如有多条障碍线横切过贵人线，表示其人虽然会得到贵人的帮助，但也常常受到一些人的拖累和阻挠，甚至会造成金钱方面的损失。在人际关系上，常常会轻信他人的谗言，而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而且有了孩子以后，会变成全职保姆。贵人线上有支纹分叉的人，可能会遇人不淑，易在情感上受伤，因而情路较为坎坷。面相中其实也有阴质纹，阴质纹按古人的说法，是靠后天的修养和积善积阴德而来的。阴质一词原出《尚书·洪范》，本意是不言而使安定，引申出阴德之意。阴质纹在面相学中属于变相，变相即后天之象，即命运的趋势在客观环境与主观因素自然变化中的变化。因此，科明星与阴质纹，一是天生，一是人为的变相，给人带来了好消息，因为它肯定了人的主观方面的作用，说明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发展趋势的。面相中阴质纹长在什么位置？阴质部位的形象。阴质亦称泪堂、龙堂、凤带，指面相中位于两眼下卧蚕类的部位，在12宫中为男女宫所在处，主管子嗣的有无，相书神意富有。阴质肉满服众心灵，
之说意为阴质部位丰满者为福贵之象，古人以多子多孙为福，故相学认为，若眼下阴质部光明润泽，紫色环绕，为行善积德所致，纵然有克子之凶兆，也会因为积有阴德而生贵子。相反，若多有不善之举，则会使眼下青暗虚肿，而破吉相，有损子女。若改恶从善，助人积德，蠢肉即会生出阴质纹，化凶为吉，绝处逢生。相传春秋时有名商渠者，年届45子，孔子见其眼下隐现质纹，断其必得贵子。后来果被言中，除眼下卧蚕部外，阴质纹还可以在颜面其他部位显现。水镜即归纳为36阴质部位，如双眼、天中、天庭、天门、天府、山根、年兽、准头、法令、地格、眉角、命门、天仓、印堂等。这些部位出现吉纹或吉气喜色，皆可补救面相中原有的缺陷，化凶为吉。反之，这些部位若出现恶纹或恶气败色，则会由吉变凶。故相学中有阴质乃心田之灵苗，能唤回人之造化而变吉变凶的说法。据说脸上长了阴质纹会有这样的命运：一、大器晚成。长有阴质纹的人都会大器晚成，大概在中年或者以后的事情，命运会有很大的改变，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因为在青少年时期，他们的心性还不稳定，做事总是冲动，人生也缺乏阅历。但是在之后，就会使自己的心情慢慢的沉淀下来，做事之前也会思考了。二、人际关系好。如果一个人长了阴质纹，就代表这个人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不管是和自己的朋友，还是和自己的亲人，都有很好的关系。而且他们也总是能得到身边人的帮助，朋友会在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及时帮助自己，自己的亲人和家人也会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撑着自己。三、延年益寿。长有阴质纹的人，都说明他们在自己的少年和中年时期做了很多善事，也积攒了很多阴德，所以等到他们老年之后，就会生出一些这样的皱纹。这就代表着他们有延年益寿的征兆，不仅身体特别健康，没有什么病症，而且也会特别长寿，一直到老。四、心地非常善良。长有阴质纹的人，心地都非常善良，因为他们的内心特别耿直，也总是会帮助身边的人做一些事情。只要身边有人遇到一些困难，即使他们和对方并不是很熟悉，也都会伸出手去帮助。而且他们从来不会记仇，所以这种做善事的行为也给他们积了很多福德。脾气特别好。一个人要是长了阴质纹，就代表着他们早就已经对这个世界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已经无欲无求了，脾气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而且不管他们平时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感到生气，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小事不值得让自己动怒，生气还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长有阴质纹，就代表着这个人在上一世做了很多善事，也给自己积了很多阴德，所以这个阴德就会跟随在自己身上。所以说有阴质纹的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特别有福气，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得到福德的庇佑，不会出现一些人生的挫折。六、家族兴旺。阴质纹的人家运也很好，因为这种人本身自带阴德，所以如果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的话，那么这种人其实往往都是能够使得家运变得越来越旺盛的。也就是说，这种人的家庭一般都是人丁兴旺的，家人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财运发展也很好。古话说得好，积善天长佑，就是这个道理。七、有阴质纹的人事业怎么样？有阴质纹的人往往事业运都是很顺利的，因为这样的皱纹一般都代表着积累了很多阴德，所以其自然格局更容易得到很多的庇佑，在事业上的发展无疑也会更少阻碍，个人能力也基本上都是很强的，因此其整体的事业发展自然也就更好了。八、
阴质纹要怎么样才可以变多？有阴质纹确实可以带来好运，不过最好就是多行善积德，这样才可以让阴质纹发挥更多的效果。尤其是那些阴质纹原本不是特别旺盛的人，如果多行善积德的话，以后无疑是可以因为阴质纹的存在而让自己发展更好的。因为其行善也可以增加阴德，行善越多，那么阴质纹就会越多。对于积阴德具体要怎么做，可能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其实帮助穷苦的人、放生、修桥铺路、孝顺老人，都是属于积阴德的好途径。我们来看看哪些名人都长了阴质纹。有很多出名的人长了很多阴质纹。从刘德华的近照看来，他就有非常明显的阴质纹。刘德华一生做了非常多的善事，在每次抗震救灾的慈善晚会上，必定都会看到他的身影。只要能帮助到别人，他就不遗余力。在影视方面，刘德华还会用自己的资金和资源扶持新导演，帮助郭子健、宁浩这些青年导演成为名导演，对华语电影的发展帮助非常大。都说相由心生，所以只要做的好事多，从心向善，面相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娱乐圈是个名利场，有不少人迷失在其中，甚至为了一点利益勾心斗角。但是也总有不少艺术家是出淤泥而不染，真正能做到一生向善做好事的。祝福他们以后越来越好，好人一生平安。女人手有此特征，必定能够大富贵。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比如说从面相上，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再比如，他们还可能拥有富贵手相，哪怕颓废懒散，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那么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儿。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胡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都能够受益，大吉大利。2. 手掌厚实有肉且柔软。手掌很薄或者是手掌无肉，都是骨头，这样的手相一般是没钱、无福、无财的手相。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只怕是个劳碌命的人呐。如果一个女人手相厚实有肉，十分的柔软，这样手相特征的人，便是一个十分富贵、有钱、命运很好的女人。她们收入很高，财运很好，从来不缺钱花，家境很好，通常来说是出生于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另外，这样手相的女人在事业上的能力很强，也会成为一个事业有成、婚姻幸福的女人哦。3. 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数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如果女人的双手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儿。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的强，不但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和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4. 食指短。天生食指比较短的人，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尤其是对待工作，简直是一丝不苟。他们为人很实在，没有心机，深受大家信任。如果手指关节是凸出来的，那么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很独特，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让人感到很新奇，而且能够把它们变成现实。手上有这种特征想法的人，在事业上会有很大的成就，能够富贵一生。5. 手中的线形成元宝形状。手中有很多线，一般有3线主线和其他的1线辅线。这些线如果构成古代的金元宝形状，即向上面宽下面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富就会越多。有的人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的形状，
这样的女人也会很富有。总之，这些元宝状的线代表着生活富贵。6. 手上有财库纹。说到手中的财库纹，自然是会与财运有很大的关系。手中的线相互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种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财运上的运气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除此之外，女人手上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女人手上有理财纹，具有理财观念和能力，通常是会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是出纳，很会理财，无论是给别人还是给自己。7. 天纹清晰细绣。天纹是手掌中最上方的纹路，也就是西洋相学中的感情线。如果一个女人手相中的天纹到达食指下方，而且纹路清晰细绣，说明命主面对感情十分的真挚，个人的修养以及情操都很高尚。倘若能与门当户对的人结为夫妻，在今后的日子里相互扶持，能把家庭和事业打理得很好。8. 掌心凹陷。我们的手掌心是手相中比较重要的，因为上面有很多的纹路。想要知道自己的手相有没有富贵的信息，可以将自己的手掌伸直。如果手掌的掌心部位出现了一个凹陷的坑，有明显的凹陷，这样的手相特征是典型的富贵手相，在生活中也十分的罕见。根据相术学的说法，手掌心有凹槽的手相称为聚宝盆。一般来说，这样手相的女人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在生活中的财富会有很多，似乎所有的钱财、金钱、财富都会自动的往她们身上靠拢，她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金钱回报，所以这样手相的女人非富即贵哦。9. 手指比较细长。手指的长短也是有说法的，短有短的说法，长有长的说法，而细长的手指在手相中是最好的。手指细长在好的富贵女人手相中分为2种，反正就是看起来协调一些就对了。哪怕是手指粗一些，但是自己整体看起来是和谐的，也是显得细长的，也算是作数的。其实每个人和自己相处久了，自己最了解自己，因此自己看也会更加准确。10. 食指和中指之间有一些缝隙。我们的手指是手相算命中的一部分，是能看出运势的。如果一个女人的手相中食指与中指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缝隙，这种手相特征的女人也是一个富贵命的女人呢。虽然她们有些放纵不羁，有些喜好自由，有些反感被约束的生活，但她们的大脑非常的灵活，心思细腻，思维缜密，是一个做事勤快、有头脑且非常努力的人。所以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必定可以成为一个富贵之人呢。11.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益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等。12. 手上有2条玉柱纹。手上有2条玉柱纹，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的有钱，她们可以享子女的福气，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要保持淡定的心态，不可欣喜若狂，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13. 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的手相，人们碰到的并不会太多，而且我们从掌纹上来看，事业线和生命线应该是比较重要的2条大线。如果这2条大线呈现一个相交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人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事业上做得顺风顺水，而且还能得到财神的照顾，从而坐拥无数财富，让自己走上人生富贵的巅峰。14. 无名指根部丰满。无名指根部丰满的人是那种头脑非常灵活的人，而且也是比较敢打敢拼的。他们这种人非常的适合去做生意，他们的生意头脑是非常灵活的，所以说也能够赚取一大笔的财富，再加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是比较强，所以说能够达到第一个去赚钱的人能够大赚一笔。15. 水星丘饱满命富贵。
水星丘的位置处于小拇指的下方，手掌伸直之后有略微的隆起，此处便是水星丘。一般水星丘比较饱满的女人有财气，有福气，且从性格角度来说，她们不但很精明，而且能说会道，一看就是属于那种很精明能干的女人。所以这样的女人做事情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不是能够嫁入豪门，就是自己赚大钱，做老板，成为女强人。这些首相的女人都是属于有着非常好运气的人，她们都是属于那种有着亿万富翁的首相，通常都是能够赚到非常多的钱财。这种人的财运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整个人的眼光也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能够进行投资理财，让自己的钱财越滚越多。一、木型首相，土星丘发达、饱满、隆起，天生有横财命，容易中彩票。一般手型又长又瘦，比如说的纤纤玉手，都是木型的手相。一般来说，木型的手上面比较容易见到青筋。这个时候，如果位于你手相中的中指根部的那个位置，即相学上说的土星丘饱满、发达，明显比其他部位有肉时，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那么，你平时可以多买彩票，比一般人中彩票的机会要大，天生有横财命。二、水型首相，火星丘多肉、饱满、凸起，也是容易的横财的命。什么样的手属于水型呢？简单来说，手指偏短，整个手型偏圆，手背圆带厚，手掌多肉，都是水型手的特点。这种手相，只要火星丘发达，一般财运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大，偏财多，横财多。而火星丘有2个位置，一个位于生命线起始位置与拇指根部夹着的那个地方，即我们常说的大概虎口那里，便是其中一个火星丘。另外一个火星丘位于水星丘和月丘之间，可看图中。因此，水型的手相比一般人更容易得横财，更容易中彩票，因为同时有2个火星丘。3、火型手相，金星丘异常多肉、肥厚、凸起，甚至突出一块肉，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这个位置如果厚，对于火型手相的朋友来说，更容易得横财，有横财命，并且往往还会住上大房子、别墅或多实业或物业。一般手掌偏瘦，手指尖长，看起来干枯，指节突出，或是指尖不规则等，都是火型手相的标志。只要金星丘发达，都是有横财命的象征。而金星丘位于大拇指根部处。4、金型手相，木星丘长得结实、多肉、隆起，占据了整个食指根部，那么就是有横财的手相。其实金型的手相比较容易判断，一般手型偏方，肉偏结实，不论是背还是手心，按下去都是硬硬的，一般就是金型的手相。而且金型的手相，手指顶端都比较平。而木星丘的位置便是食指根部那个地方。5、土型手相，水星丘发达、饱满、凸起，也是有横财的命。相对于上面这4种手相，土型的手相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其实土型手相就是木型与金型的手重叠在一起，因此那种手型偏长但又带方，另外整个手掌偏厚重结实的，就是土型的手。一般手长的又大又长又厚，基本上可以说是土型的手相。而水星丘位于小指根部处。6、掌丘饱满红润，在手相学中，往往大家伸开手掌会看见手掌接近手指的区域会突出几个肉包，这个肉包便称为掌丘。掌丘就像几个在手掌上的小山丘一样，因此得名。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掌丘位置十分饱满，并且颜色略带红润，那这便是容易中大奖的长相了。因为在手掌上每个掌丘各有自己不同的含义，而如果每个掌丘均饱满红润，则代表此人的整体运势很强，
因此中彩票的运气也强于他人，会因为感性因素购买彩票而赢得中奖的好机会。因此，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们要在购买彩票的时候随心所欲一些，反之会增强自己的中奖财运。7. 多条财运线。在手相学中，有一条手纹象征着一个人的财运强弱情况，这条手纹叫做财运线，其位置位于无名指下方出现的数条手纹。如果一个人在无名指下方出现了多条这种竖形手纹，则象征此人的财运情况处于要依靠多方面并驾齐驱发展的状态。因此，依靠大奖从而提升财运的情况也包含在其中。对于有多条财运线的朋友，在购买彩票时往往要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购买，才会取得大奖。因此，既要分析彩票的一些情况，同时在购买时还要加上自己的感性色彩，便会中奖的机会高出很多，也是容易因为中奖而财运丰厚的朋友。8. 手掌上出现不动产线。不动产线是指连接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拥有这样手相的人，获得不动产的概率很高，而且手掌底下越出现不动产线，获得不动产的机会就越快。来源可以由父母赠送，也可以是自己赚钱得来。手掌有2条以上的不动产线时，表示那个人的不动产运很好，通过做不动产可以赚大钱。9. 手掌上出现直关线。如果手掌上出现了直关的线条，说明那个人天生就比普通人敏锐，有强烈的预感，通常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闪现，赚大钱。例如每次买彩票、赌博都必中大奖，从而获得一大笔钱。但是这样的人一旦赚了大钱，就依赖于此，不能及时收手，也很可能失去钱。11. 断掌。在现实生活中，断掌是不太容易见到的，可以说10000个人里面有1个断掌就已经算可以了。对于有这样手相特点的人，很容易就出现了横财，因为断掌特点的人大多数都会有比较机敏的特点，所以更加容易在一些事情上找到了能够为自己增添了财富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往往会比一般人更加富有的原因。因此，如果是手掌出现了断掌的人，就不要慌张，因为肯定会有横财的运势在自己的身上。12. 倒纹。发横财的人手掌有倒纹，他们在生活当中一直十分平淡，没有什么大事或者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可是他们的手相决定了他们这一生一定会发上一笔横财，也许是闲来无事买来的一张彩票中奖了，又或者是偶尔的一点小投资突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发财不仅仅需要努力，而且还需要好的德性和修养，这就是所谓的中财靠德。13. 手中有手颈线的人。如果是手中有手颈线的人，这样的人财运也会很好的，容易得到横财运的，甚至会有一夜暴富的好机会，真的让人羡慕的。其实手中有手颈线的人做事方面相当的认真努力的，不容易被他人影响到的，会认真的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管是多难的事情都会认真考虑的，当好机会出现的时候也能好好把握的，真的能让自己富贵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14. 智慧线分叉的人。智慧线分叉的手相是不错的，也就是说智慧线末端有向上分叉的，这样的人智商很高的，善于把握机会的，在工作中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赚钱很多的，不仅是正财运很好的，其实他们的偏财运方面也会很好的，容易得到很多横财的，这样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会让生活越来越幸福的，真的让人羡慕的。15. 手中有直觉线的人。生活中能发现有些人是手中有直觉线的，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很敏感的，有着很强的第六感的，经常都会想到好方法的，在生意方面是会更厉害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是能赚到很多钱财的，
生活会无忧无虑的。不仅是正财运好，横财运也会很好的，经常都会得到意外之财的。但自己也要懂得收手的，不然会让你后悔的。如果你符合其中一种，先不说有没有横财，一生之中的财运一定颇为理想，财富的积聚与到来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多，并且容易有一些偏财或意外之财。当然，这个世界没有不劳而获的事，也不主张不劳而获。该努力的时候，你还是得好好努力去经历。不是总有那么一句话吗？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留着的，我比较认同。比如运气一时不济的时候，不妨多充实自己，多努力学习，因为一旦机会来了之后，你想再充实自己，再好好学习，已经很难，几乎没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不要羡慕运气好的人，其实有些时候的运气不好，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做点自己想做或感兴趣的事，这应该也是痛苦并快乐着。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